我们是认为我们跟美国关系很好哈，我们也争取希望赶快先谈判。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说有5个国家列为优先对象：韩国、英国、澳洲、日本、印度，没有台湾。哦，那怎么回事？哦，台湾没有入列啊。那外交部长林佳龙说，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而且也谈过了。哦，上11号的时候，他们就说已经谈了。谈了个什么东西呢？哦，就3大类哦，关税如何降低啦，非关税壁垒如何减少了，怎么跟美国加速采购，那只是一个框，一个大要，细节根本没谈嘛。对，所以我们就问说，那细节是什么呢？细节没有谈了，只是谈一个大致而已。然后完了以后就给你放一边去了，反正也知道你什么都让嘛，你不什么都要让吗？对，我衣服已经脱光光，什么都给你看了，你还要我怎样？哦，所以呢，先摆一边，先跟这5个国家谈哦。那取得一些进展是什么进展？告诉我们呢？进展了什么？哦，那郭智慧很得意说，我们比地坡更早，人家还没有地坡，我们已经谈。那你谈的是什么东西嘛？结果是什么嘛？哦，通通没讲哦。然后呢，郭智慧被人家骂说你不知民间疾苦。郭智慧说我是民间来的，怎么会不知道民间疾苦？民间来也不见得知道民间疾苦啊哦。而且呢，在立法院的时候呢，卓荣泰说加码美债列为我们的选项。有立委问他可以加码美债，我们美债已经6000亿里面已经80%几，还曾经他们的这个好像副总在讲说92%，后来他们说他那个数字错了。第二个，他为什么数字会错呢？到底数字真错假错呢？这是一个。第二个，80多%也很多啊，等于你几乎所有的身家都加进去，还要加码，你要加多少啊？而且美国现在就在打你美债的主意，哦，这个新的海湖庄园取代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把日本搞垮，让日本呢惨了30年，真的很惨。哦，这个汇率从300多日元兑1美金变成85日元兑美金，等于升值4倍。哦，原来半导体在日本制作也很好，把你打到这个不给你在日本制作。那你现在要搞个新的广场协议，叫做海湖庄园协议，他们的主张什么呢？说你们这些国家哦。这个你对美国的这个美债变成100年，而且不要利息，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跟叶律师借钱，叶律师很有钱他是这个郭副长有3亿身家，他比较有钱。我们跟叶律师说，叶律师，我原来好不好？假定我原来跟他借钱1000万，利息呢3%，比银行高一点。我现在跟叶律师讲，叶律师我们好朋友，我现在很困难嘛，这个我跟你原来说10年还你钱延到100年，好，延到100年，而且呢不要利息，他愿意吗？这就不用还，而且疯了嘛。还有，先跟所有的国家说，我先跟你抽10%的关税，等于我欠你的钱，大家先还给我，先付钱给我，然后我来还钱给你们，这开玩笑吗？而且100年免利息，那他也讲了，如果这些国家不同意，不保护他，我干嘛要派5万个部队到德国，派5万个军队到日本，派3万军队到韩国？你们自己付钱，不保护。你们要自己付钱，还是我保护你们？但是呢，你们买我的债，而且100年，是流氓也不过就这样子。你还有比这个黑道来跟你讲说，来，你借我钱，然后呢，这个我借你钱，然后100年我再还你，而且利息是免的。100年后呢，已经贬到什么地步了？你自己想，100年，假如说1亿，可能贬到他们2000万了，对不对？而且呢，也不给利息，你这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这样干啊！那我们还说呢，要加码。全世界我们美国大概很高兴死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民国、像台湾这样，白通通给你，通通给你。那这样能不能换得人家对你好呢？我看也未必见得，也未必见得哈。所以呢，央行就说呢，这个很危险了，要变成100年，而且零利息。这形同倒债嘛，就形同不承认的倒债嘛，所以呢，被联合报说你要继续无怨无悔吗？美国想欠债不还呢，你这样贴上去，还贴成这个样子，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呢 ，TBS 做一个新的民调，对赖清德能不能减缓美国的关税影响，满意只有25%，不满意51%，然后呢，会不会对赖清德有没有信心？减少对台湾的影响，53%没信心，有信心只有31%，根本不相信你这边自得其乐，自己骗自己。我常常讲，很多时候
你骗别人罢了，你骗自己，你是自己骗自己嘛？哦，那另外呢，这个你汽车关税要不要取消？因为美国说你汽车关税太高啊，所以认为应该取消的53%，不赞成取消的21%。哦，所以换句话说，的确啦，比如国外买一个车子100万，到台湾就变200万。另外，除了关税，你货物税，货物税更高哎，货物税是2000cc 以下的25%，2001cc 以上是这个30%，还要加奢侈税，超过300万10%奢侈税，加还有营业税，还有这个什么牌照税哦，乱七八糟燃料费，万税啦，加一大堆。所以大家认为说，的确啊，应该要降啊，降的不是只有关税，你货物税要不要降？货物税国内制造车也要交货物税，我们看一下。我们是 ready to talk， 但是 not talk yet， 你信不信呢？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所以还没有嘛。美国对等关税冲击，总统赖清德打包票，台湾是第一批谈判名单。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英国、澳洲、日本、南韩与印度列为关税谈判优先对象，唯独台湾不在名单内。我的认知是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还在持续的。这个谈判不会说一波就结束了，我们是第一波在确认问题，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郭志辉的认知上已经谈过，强调不会只有一波谈判，但半导体关税1周内就会宣布。掌握了多少的优势？你认为呢？跟你讲无效嘛吼，咱上大有影响的是咱的人客、政府啊，互相来帮忙吼，表达和美国的政府了解，只要跟竞争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这个他们不担心。他们比较担心的是我们10%，别人0%。看看 TVBS 民调，5成1民众不满政府处理方式，另5成3不认为能减少对台的经济影响。对于台积电赴美一事，赞成高于不赞成近20个百分点，更有53%的国人支持降低进口汽车的关税。民间疾苦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民间来的嘛。好，嘉玉怎么看？郭志辉的说法是说，11号的时候，我们的台湾代表就已经透过视讯跟美方有初步的进行这个关税，还有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等等的问题，先确认有哪些是需要谈判的项目，所以先把进程先确定了。所以在第一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抢先其他的国家先就视讯的去做这个谈判。那刚刚大家也都特别提到啊，第一波谈判也不见得有好处嘛。那所以现在也看看说，像日本啊、澳洲这些，大家也都认为说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关系算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波所谓的5个优先国家，包括南韩等等，他们所谈判的这个程度或者是内容，当然也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借鉴或是可以参考的，所以对台湾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只是我们谈判的底线跟筹码，当然政府一定要先想清楚如同之前所讲的汽车进口关税17.5%，货物税是不是属于非关税的一个壁垒，这个是不是包裹式的去谈判，这个也是民众的期待，有50几%的民众也都支持可以把这个关税的谈判，把汽车关税放在这个谈判的协议里面。那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有面子也有里子嘛。那送给美国也没关系啊。那保健食品30%关税，如果也能够降低，我想台湾人民也都会支持。那其他美债的问题，这个就是更大的问题了，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就是因为美债这个每年这样1兆的利息，加上川普可能面临这个美元如果真的破产或者等等的危机，才会引发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关税战的一个风暴。但是如果说这个关税战再演变下去，变成说各个国家彼此的竞相增加关税，这个只会造成经济的衰退。我相信川普身边也很多经济学者等等也都有告诉他。那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辉达，大家也看到今天早上新闻本来还说这个 H20可以销往中国，结果忽然就变成有限制，而且还要报备等等。那这个股价马上就下跌了，台积电也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当然市场上很多无法预期的风险黑天鹅一直不断的来，这个其实对于经济、对于整个产业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我想对川普想要去影响美债的利息等等，看起来现在的成效，美债除了跌之外，也没有更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川普应该会缩手啦。
林涛，你自己去看哦，就是说引述路透社跟华尔街日报，前面就我们台湾有说要在前面谈的叫做 trade talk， 后面叫做 trade deals。我跟你讲，我怀疑民进党又在玩出口转内销。他前面找几个官员说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关税了，请问讨论关税代表谈判关税吗？所以现在日韩这个英澳印，这才叫谈判关税。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政府到现在还说，美国，不然我们先来简单讨论一下关税啊，我们就发一个新闻稿，就是这个 talk trade， 然后就我们已经有讨论过关税了，新闻稿发出去说我们在第一阶段，然后总统马上跟进我们在第一阶段，结果现在戳出了大白话，我们根本没有在第一阶段，这有多夸张？就是到现在他还在玩政治那你说美债，刚才赵大哥说，如果有100年期的零息的，我一定抛售。我一定抛售，那你放100年，你还活着吗？好，那当然国债当然它可以放了，我是说一般人来讲，他一定抛售嘛。所以为什么中日传出中日抛售500亿美金，所以他错了个半死，然后他很错。那现在看起来20年期的美债是从4.9降回来4.8，可是风险还是在那边。所以我觉得我要用 TBS 的民调来做结尾哈。其实70%的民众非常关心关税真的影响台湾的经济，而这经济不是这90天，是因为一路到川普的期中选举前都是震荡。第二个，过去这个民众54%赞成把台积电当成筹码，就如同现在暂缓90天之后还有46%，代表什么？代表你不要把台积电筹码全部丢出去啦。你要 hold 住啦，你要拿台积电来谈判嘛。所以我们的政府他没有拿台积电来谈判，他反而说我们台湾从零关税谈起。那你有没有去看像这个我们讲劳工排名第5名的这些农业？这些基层的劳工，他被受到了最大的冲击。你有没有办法去考量这些进口零关税之后对台湾基层劳工产生的冲击？你通通都没有在思考。这个视讯会议我觉得我高度的怀疑政府呢，就是他说了一个瞒天的一个大谎。就在于是说，他当初呢，他讲说，我们已经有这个跟美国方面呢有视讯会议，可是呢，就记者就问到说，那这样子双方谈判的官员的层级到底是什么？谈判的细节是什么啊？他说这些都是机密，都不能谈。谈判细节是机密啦，我们可以理解了哈。官员的层级是什么机密啊？根本不是机密嘛哈。今天答案揭晓呢，果然根本我们就不在这个第一波。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呢，在疫苗期间的时候呢，台湾因为都没有疫苗啊，什么都没有，然后政府呢又不愿意去买BNT， 在大打这个BNT 的这种口水战哈，然后那个时候呢，蔡英文也是急了，就是说我们高端呢又这样子如此让大家不能够信赖，然后你又不让这个什么企业家去买 BNT， 蔡英文就急了，他就跟萧美琴呢，他们就是去跟美国呢关说，去跟美国讲，你再不赠送我们一些的疫苗的话呢，他快要撑不下去了，我那么的挺你，所以后来呢，美国就是给了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些的疫苗嘛，哈。我觉得这一次呢，恐怕是如出一辙，就在于是说，我们政府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第一阶段的时候，美国不是课我们32%的关税吗？后来呢暂缓了这个90天之后，他就松了一口气，然后赖清德他们呢急于的要跟国人呢来证明说，我们的确是美国之所爱哈，然后我们绝对是在第一波的谈判的名单之列，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就说会。我们会跟这个台湾谈判，你怎么会去相信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话呢？川普要这样子弄关税，然后延缓90天，他都不知道了，他还会知道进行任何的谈判的细节啊。所以呢，政府呢就是在说谎。我觉得网友讲的最棒了。就是说怎样是把聊天当谈判呢？就是扯了一个瞒天的大谎，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夸张。而且 TVBS 这个今天这个民调有一个呢特别的，我觉得值得注意的一道题目呢，就是国人呢终于醒过来了。就是在这个川普对我们实施34关税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赵先不就是主张说要暂缓台积电赴美吗？那个时候呢。
有54%的民众呢是赞成暂缓台积电赴美的。后来呢，暂缓了之后呢，绿营不就是很爽啊？说啊，你看吧，你们这些人都大翻车了吧？选对人呢，10%啊，选错人呢125%。可是你看到川普在这样子对待其他国家的时候，我们国人呢，终于还是算是有点理智了哈。虽然说赞成的比例呢，暂缓的比例比当时的54%减少，但是好歹还是有46%，还是有46%，就不赞成的比例呢，就是赖清德他们的这个基本盘。所以国人是不是要脑筋清醒一点啊？你在面对川普这样子的一个恶霸的时候呢？投降是没有好果子的，不是？就当你台湾所有都是让给美国的时候，他要谈什么呢？你就投降就是吧。我们看美国第一波这些国家哈，英国、澳洲，英国跟美国血浓于水，英国、澳洲是五眼联盟的，都是白人的。英国、澳洲，日本呢有5万美军在那个地方，韩国有3万美军那边，印度呢全是14、15亿人口最多，而且想用印度呢来包围中国，来打压中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蓝霸绿的这些团体呢，已经连续好几天被查。其实最早台南市党部就被搜索嘛，台南市党部那个副主委到现在还压1个月嘞，他有多大的罪压1个月？哦，然后呢，前天就把就是在台北6个人，哦，罢吴思瑶啊，罢这个吴佩仪的人约谈，而且搜索。昨天又去新北市约谈，啊，也是约谈了20个人。包括联署人啊，包括提案人啊，反正证人啊等等哈，所以呢，国民党就是这是绿色恐怖嘛，哦，所以昨天号召哦，说这些很多民代啊、立委都去了，到新北去抗议哦。那新北党部被搜索，今天还声押啊，板桥啊，哦，这个3重党部都被声押，哦，要把你们压起来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看板桥党部等6人声押禁见，那么严重。哦，然后呢？所以国民党就说你不办共谍办青年，因为现在带头都是年轻人，很年轻的嘛，所以你是不是双标？为什么这个罢蓝的都没有人去调查呢？带来有很多人有问题啊，怎么不查呢？哦，那现在呢搞得有寒蝉效应哦，这个志工都说我们不敢多谈，担心被查，担心被搜索。那卢秀燕也跟赖清德好说，这个万万不可，讲了2次，你这样做不好嘛，民众会有反感的嘛，哦。那另外呢，这个朱立伦今天也去徒步去收联署书，哦，然后呢，这个罢吴思瑶的这个带头人赖以任嘴巴贴胶带，绿色胶带来抗议，说不准我讲话，我就不讲，可以吧？哦，那也喊话说支持者要站出来嘛，你们支持者就是温良恭俭让都不站出来，哦，所以呢，朱立伦说极度独裁国家才会做这样的。把大罢免变成大搜索，甚至大收押哈。那花莲蓝营是有去控告这个罢傅昆萁的团体，因为有4000份联署书格式错，它不是格式错，它因为它早就开始动员，所以那格式才错。它规定是一阶段联署送去审核完毕以后，中选会通知你来领取2阶段的联署书，才可以开始联署。所以表示呢，你怎么会有格式错呢？就表示不但有错哦，显然你是先偷跑嘛。你就违反选罢法，为什么不查呢？我们看一下，罢绿的团体每一个都是遭受司法大刀的砍向，全台大搜索。连2天没有公开行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终于现身。总算和蓝营青年军站在一起，50万交保的罢姚召集人赖以任用绿色胶带封口，讽刺被民进党堵住嘴，但双手示意，号召民众赶快联署。国民党及民代集结罢姚总部，徒步一份一份收联署书。毕竟连2天，台北、新北党部罢绿团队都被搜索，朱立伦不能再躲，连自家人徐巧芯都反映群龙无首。罢免案持续延烧，新北地检15号指挥调查局兵分30路，要抓幽灵联署登门搜索国民党新北板桥3重等区党部，同时罢免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张宏禄、李坤城、吴其明等罢团负责人也同步遭搜索，约谈超过20人。历经
长时间复讯，依涉犯伪造文书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将三重区党部执行长罗大宇、志工应大华、板桥党部主任谢庆任及书记蔡甘子、苏巧慧罢免案领衔人谭正耀，以及罢免苏巧慧、吴其明的总召王玉仁生涯禁见。昨天为什么这么多人站上街头，连续2天国民党党公职？这个地方是我们最熟悉的，对不对？我没有去，你没有去？我过去半年去了非常多次。北检这个地方，或者是新北检，是我们非常熟悉而且厌恶的地方，也是我们这大半年在对抗的单位。今天国民党党公职，国民党站在门口喊出来的诉求，回想一下，跟半年前我们这一路来喊的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出来？就是现在，第一个双重标准，第二个超出了合理的这种比例原则嘛。就算伪造文书，到去家里搜索抄党部，有这么严重？过去有这样子的例子吗？各位，你们想想看。所以今天大家对于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利用司法来打击异己，看不下去。那我觉得民进党今天当然这个纳粹图志被他们捡到枪，想要疯狂的转移焦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想清楚，为什么今天大家站上街头的原因。来，叶律师哈，刚刚议员讲，以前有多少这个因为伪造文书什么被收押的？很少搜索的，没有听过。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讲到半蓝不蓝绿这件事，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初民进党这边他是有指示过的哈，指示说罢韩这边有这个违法联署的状况是指示不起诉的，然后在9个月以前说要办到现在，大家有看到这个人办到哪里去了吗？没有嘛。那现在司法半蓝不半绿这件事，那时候就有假的，就有假的嘛。那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针对说可能会有死亡联署，有人去抄名单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提案修正选罢法的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提案修正了选罢法，要求说要附身份证明本。民进党反对啊，民进党反对。好，民进党反对，而且民进党中选会说什么呢？复议失败了以后说我们用旧法不用新法。好，这一次联署还是可以不用附身份证，这都是民进党做的。然后接下来呢，民进党自己我相信一定有抄联署书，然后但是民进党的人都不会被抓，只抓国民党的。当司法当检察官成为政党特定政党的工具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法治就崩坏了。林涛。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是台湾民主法治的这种圣战。为什么？因为从台南一路杀到台北，杀到新北，这些青年朋友很多是一般老百姓出来表达他的意见，是跟这个执政党站在对立面的，就被清算，就被杀。伪造文书的案子有必要大波动搜索，重金交保50万最顶。然后还有比匪谍还要重，比匪谍20万还重，还羁押禁见，限制出海出境。这些孩子伪造文书，他出海出境个什么啊？然后你那个共谍就电子监控，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什么样的国家？现在搞到这一种地步，然后法西斯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它就是一个公民团体，他来做这个反讽。那我们完完全全是否定，也不赞成任何全球任何的希特勒跟法西斯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但是我必须讲，民进党你过去嘞。你2016年你用希特勒的公民的那个影片做你的形象的影片呢？你要不要检讨？你还在检讨在野党？在野党在第2次世界大战是跟纳粹站在对立面的呢，是站出来站在对立面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如果要用，现在因为柴火变很低。翠没有东西好谈，因为他们关税战造成他们的重击，他们也觉得这些青年被司法砍到不成比例，所以翠没什么好谈。今天多了一个纳粹，就要来洗在野党，我真的觉得省省力气。我真的当然不敢这样，因为川普这个人变数太多，但是我觉得以后真的影响到大罢免的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川普，你们看好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不少学校包括台大啦、台师大啦、清华啦、政大啦、中山啦等等都有人去设这个联署站罢免国民党委员那也在北艺大要设，北艺大学生比较有 guts， 说青鸟向邪教入侵大学校园，能不能滚蛋，不要到校园扰乱我们校园的这个清静安宁所以北艺大学生不错那东吴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叫做林三清也说，
哎，你们现在把文征武斗都搞到学校里面来了，哦，这是在立法院就打打就算了，跑到我们学校来干什么呢？哦，应该适合在立法院，在街头，不是在校园啊。所以青鸟你好大我好怕，哦，北医大的同学呢也本来说叫他们滚出去，现在忍不住把文删掉了，因为一定会去围剿他嘛，哦，去清算他嘛，哦，然后教育部长也很奇怪啊，以前所以党政军退出媒体，党政退出校园，不是你民进党喊的吗？那现在怎么就民进党去就没关系呢？教育部长还说这是言论自由啊。我们哪要管言论自由？这什么言论自由？这是政治行动啊！去签署叫言论自由，这是一个政治行动，怎么叫言论自由呢？而且说教授呢，除了课堂也可以。好了，那最后教授里面在校里面打成一团嘛？你到底要把学校搞成什么样子呢？哦，所以呢，这个大罢免啊，入侵至少15个学校，校园里面有对立啊，哦，所以也有台大这学生说，我们把联署摊位给你砸烂好了，就搞得学生也对立，何必呢？干嘛这样子？你在校门口摆都没关系，你不要到校园里面嘛，哦，那所以呢，这个顶大的学生也哀嚎，所以现在学校已经乌烟瘴气了，哦，然后呢，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说，我们被情绪勒索啊，哦，到底怎么回事呢？哦，然后呢，这个高中现在都去了，新竹市的承德高中在教室设罢免联署站，哦，学校要求撤下。说呢，学校应该遵循教育及行政中立，哦，不应该这样子哦，好吧？那这个教育部长说呢，校园摆摊是言论自由，学者说为他脸红。我真的昨天在脸书上呼吁教育部长就下台吧，哦，士大夫视为国耻哈，士大夫之无耻视为国耻。你教育部长，你看哈佛大学，对那个校长敢对抗川普，就算你取消了我22亿6000万美金，我也反对你。哦，奥巴马很少去发表这个对官员批评的文章。奥巴马，因为奥巴马是这个哈佛的校友嘛，他也赞成哈佛大学校长不错。然后耶鲁大学有几百个教职员也联署支持哈佛大学的校长。哦，那哥伦比亚大学就已经臣服了。哦，所以已经算了，配合你川普，因为要钱嘛。哦，那所以呢，联合报说教育部是不是宣布？准许可以在校园进行选举宣传活动，因为根据选罢法你是不能进校园的，对不对？选举不能进，那罢免就可以进吗？对，所以民进党现在想罢免国民党这些委员，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地步了。只要能罢掉几个，让我们民进党能够再多当选几个，我们在立法院就多数了，我们就完全执政，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们看一下。在师大的校门旁大字写上严禁任何形式的政治宣传活动。不过日前校内出现罢免联署站，罢免这个东西在学校里面办理，我会觉得比较不合适。因为我会觉得校园就是一个比较是政治应该要一个比较中立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因为是支持言论自由。一派认为政治性校园不好，不过也有学生支持，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因为全台掀起罢免，多所大学内出现罢免联署摆摊。摆摊这一个对学生来讲，我们可以尊重言论自由的部分，跟他的一个公民的这一些意识行为的一个表现，我想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教室玻璃贴着罢免联署站的公告，写着恳请联署或宣传，旁边还有挂大罢免大成功的绿色旗帜跟国旗。只是这地点是在新竹一所高中，有学生在教室窗台设置罢免联署站，被校方要求撤下。当时高中生在社群发文表示自己已经满18岁，是台湾人，也是新住民，热爱台湾胜过自己的命，指控新竹教育局施压校方逼迫他撤下。他表示自己深刻感受到爱台却被查水表的锥心之痛，强调自己绝对不会退缩。本校基于教育部所公告校园行政中立的立场，规劝其撤除。后来经过班导师的规劝，在上午9点50分将所有的资料给撤除。虽说校园要中立，但有部长开绿灯，可预见校园罢免战将会遍地开花。好吧，联合报黑白节讲，当大罢免进入校园，就是大混乱了，大对立了。哦，你真的希望我们学校变成这样子吗 ？TVS 最新的民调，对不对？担不担心美国关税影响台湾的经济？不担心的只有21%，70%都非常担心或是担心。哦，然后呢，你对这个赖政府对台湾的经济，就因为关税对
对经济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只有31%，没有信心的53%。赖清德，你在这时候还在那边搞大罢免，好，你这真的是真的不知民间疾苦，只想你的政治利益。然后呢，现在好谈到罢免，这个支持呢这个绿罢蓝的，原来有31%支持，现在变28%，已经快回到1/4了啊。然后呢，这个不支持的这个原来44%不支持罢免国民党，现在到42%，没意见的增加到29%。那另外呢，支不支持罢免国民党立委？这个是支不支持？这是不是罢免国民党？支持从30%掉到28%。你支不支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支持罢免民进党从30到32，就是支持罢免民进党立委已经比支持罢免国民党立委多了4%了。不支持罢免这个民进党立委的呢，原来41%不支持，现在掉到37%。所以换句话说，川普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刚刚讲说，川普可能将来影响这个，我早就讲了，对罢免影响最大，其实都不是什么赖清德啊，不是朱立伦，川普怎么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来玉敏。我觉得关税的这个议题这么大啊，都是全民希望政府来帮我们解决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受到的压力都很大。你看股市里面有40%的股民通通都遭殃，然后有多少的劳工现在踹了蛋了？结果民进党一心一意只想搞大罢免。那如果再这样子继续下去，我们看到民意已经开始在翻转了。这个大罢免是民进党发起，是要罢蓝委，结果现在支持要罢蓝委的比例它在下降的，结果支持罢绿委要罢掉民进党立委的比例是在上升的。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叫做自作自受了。刚刚特别提到，像教育部部长政治性格这么高、政治立场这么鲜明的人来担任部长，我个人觉得是个灾难哦。当他去诠释说这样的一个政治活动进到校园，他竟然把它解释成是言论自由，然后就是他要放水嘛，他要让所有的校园里面呢，你要罢免这个国民党立委的，通通都可以有联署站。现在不只是大学，他现在要下降到连高中都要开始出来摆摊，把校园里面搞成是对立，搞成是纷乱。我们校园里面要孩子进去，他是要去求学问的地方，他是要去同学之间，我们都在说不要去霸凌，然后要和谐。结果他现在呢，放这一个罢免联署站进去之后，变成每一个学校有罢免联署站的都有正反意见，大家在交锋，大家在吵架，甚至现在还爆发出有人就看不下去，然后他言语比较激动，说他可能要去找那个化学物品，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的教育部部长做出来的嘛，你放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校园变成乱糟糟，老师也看不下去，学生也看不下去。我觉得台湾如果这样子，民进党再继续用这种政治性很高的人，然后福音上亿的人来做我们的教育部部长，真的是大灾难。来，叶律师。我想教育部长说这个是校园里面摆摊，这个推动罢免是言论自由，可能是第一个不懂法律啦，第二个也误解了言论自由。好，那因为选罢法第52条其实是有明确的规范的啦。选罢法52条说，政党跟任何人这个他悬挂或树立标语啊、看板等等等等，包括罢免的广告是不可以在机关、学校，好，是明文禁止的。好，法律明文禁止的东西，教育部在那边瞎掰说是言论自由，我觉得这太扯啊。那当然有人说言论自由很重要啊，所以当然不应该去立法禁止。这法律禁止有2种，一种说这种言论不能讲，一种是说这个言论呢，它的发表的方式、它的时间、地点、方法去管制，这个就是标准的所谓 time, place and manners 这种中性的管制规则。它不是禁止罢免言论，它是说在学校跟机关，我因为行政中立、教育中立，所以不能够设这样的摊位。所以教育部长说这是言论自由，根本就是搞错了方法。安静。刚才赵先讲到说，他觉得郑英耀部长呢，他应该要辞职下台了哈。谈到这么多这个违反。就是他的违反了太多的教育部长他应该的支持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他只有是在他符合他立场的情形之下的言论，他才支持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赵先的这样的要求就是诚意过高啊。那个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他没有要当这个中国传统定义下的这个士大夫啊，他只要符合绿营的价值的那样子的一个教育部长，他做得可乐的啊。
我觉得非常的悲哀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哈佛这个代理校长啊，他这样子的坚持的抗拒川普的施加的压力，而且写的那封给所有的学校的这个学生啊教职员那封信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啊，就是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啊，然后在这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之中，向来呢都是充满着阻碍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在这种川普呢，他蔑视所有的这些的自由，他不尊重学术，他也看不起这些高等的学府，他觉得说啊，你今天呢，我要砍断你的预算这些的补助，你还不认错是不是？我就要增加你的税。然后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呢，公开的讲，就说哈佛的校长应该要道歉，真的是可恶至极哈。然后国民党呢，就民进党呢，他们现在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他们过去所反对的哈。当这个赖清德还有这个郑英耀，他们在大学校长会议上的时候，在那边训斥、训诫、告诫，好，所有的这些大学校长，哎呀，要减少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交流啊，要有这个国家认同呀，要有安全意识的时候，然后不惜的拿去斩断这个补助来作为威胁的时候，没有一个大学校长站起来，哈，抗议就不用说了，就是起身离开或者什么都没有哈。我觉得这里面呢，我最要去逼视的呢，就是台大校长，台大校长叫陈文章，对不对？哈，台大校长，台大在台湾有这么多年的这个传统，当你这个台大的校长，你怎么可以安心的坐在这个底下听这个总统这样的训斥，听这个教育部长的这样的训斥？他在指点你台大的学术的方向，在指点你台大这个自由交流的合作方向的时候，你一句话都不敢吭。台大还敢号称什么成帝什么北大什么自由的学风，什么傅斯年以来的什么自由主义的思想，你惭不惭愧啊？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不觉得你的脊梁在发？你不觉得你脊梁有点发毛发凉吗？你没有感觉到当初的时候，当初这个傅斯年他们对于蒋介石是什么态度？胡适对于蒋介石是什么样的态度啊？胡适都敢当面去骂这个没有骂了，就批评这个蒋介石。蒋介石一句话都不敢吭然后更何况你看到了这个现在的民主台湾的时代的时候，当初这个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就是为了台大校园有那个反军人干政的事情吧，还是刑法100条的这个问题，那个郝柏村呢就批评了台大校长孙正，到后来是谁低头？是郝院长是郝院长跟孙正道歉就你们现在这些人在做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台大校长啊，你不要说什么大学的脊梁了，你有没有曾经一丝丝的感到胡适跟傅斯年他们在天堂上看着你，你的脊梁有没有发毛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民进党啊，里面的高层啊，还有政府里面高层呢，频传共谍案，最近有5个了啊。赖清德今天说重话，说党公职要有更高的标准来自我省视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里面有报说吴钊燮其实知情的，因为他的亲事都牵涉到共谍案，怎么会不知道呢？哈。那徐巧芯说，从黄曲荣到何仁杰4个人的关系图，哦，我给你钱，你给我钱，最后呢，情报交给中国啊。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府的咨议原来的这个赖清德在副总统管行程的这个吴尚宇北检要继续严压他啊。那另外呢，说为什么民进会，我也好奇，民进党会办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检察官现在都是小案大办，大案小办遇到绿营就是大案小办遇到蓝营就小案大办为什么要去办呢？是因为上面直接交办。那上面为什么交办呢？我觉得是美国 CIA 通知他们的。一定是美国 CIA 通知你不得不办，否则他一定掩饰小办一下就算了，不要管算了等等，叫来训诫一下，就像尤其我们说，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言行都很奇怪，奇怪怎样？奇怪不为什么不去办他呢？不就这才奇怪呢？所以呢，这个
就是因为上面交办，上面为什么会交办？上面怎么会知道？当然是美国嘛，当然是 CIA 嘛，他们可能从大陆就拿到资料了。大陆怎么有台湾的资料？就问大陆，大陆说是台湾谁给的，然后再叫你们去查，一定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何仁杰的资料教授是罗致政，所以马文君就说难怪罗致政的影音档外流，搞了半天，搞不好就自己人把它流出去的哦。游淑慧说，民进党有更大咖的，负责吸收下线的，为什么办到何仁杰就没有了？上面还有啊，怎么可能这篇就结束了呢？那更大咖是谁呢？哦，所以呢，徐巧芯也说。何仁杰有没有偷看吴钊燮跟萧美琴联系的机密情报？吴钊燮应该说明，外交部多少机密的资料都是秘密，对不对？那有没有让人知道呢？涂立琼又吹牛了，说相信国防部没人涉入，你怎么知道？对不对？总统府有人涉入，立法院有人涉入，对不对？国军有人涉入，就国防部没人涉入。你自己想，劳共当然想打入你国防部，怎么会不想呢？哦，那这个说。有6个这个官士兵在营区挥舞，这是脑筋坏掉，挥舞5星旗，还拍投降影片，哦，所以呢，包括士林宪兵队、海军营区都被共谍涉入。照理讲，你这个钢铁部队，这个对不对？这个革命部队怎么会被共谍涉入，还拍投降影片？这也过分了，真的过分了。所以这个顾立雄还吹你说国防部不会有人涉入，怎么可能？哦，而且说他们经济压力很大，谁经济压力不大？对不对？经济压力大就可以做共谍啊！哦，好吧，我们看一下。时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前处理何仁杰沦为共谍，那外交部有掌握到泄密到那个程度吗？那我们内部也启动这个政风的调查。能够清查中目前是到什么程度吗？是有性标很严重吗？只是何仁杰明明去年3月就被离职，传出当时被发现异常后送政风。那么过去12个月失业的何仁杰就这么的啪啪造？这个案子因为在司法侦办中，那我们外交部会配合来侦办。把他送政风，为什么他会离职呢？他当初离职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吴钊燮不敢告诉大家呢？所以我想如果吴钊燮明明知道他是因为可能跟涉及到共谍案有关，所以离职的，是不是当下就应该要查办呢？有知情人士向平面媒体声称，何仁杰2011年加入罗致政竞选团队落选后，执行能力欠佳，未予留用，之后赴民进党中央党部政策会任党工，当时党主席是苏贞昌，吴钊燮是政策会执行长。此消息放话，难道是剑指特定派系？有什么内幕资料吗？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很激烈就是说我们知道吴尚宇他现在继续被羁押，他是现在的这个赖总统之前当副总统的机要很大很核心呢。所有我们公文封白色跟红色，它是可以红色是可以拆开看，然后勾稽之后再给，所以所有国家机密他通通看了，然后他交给这个跟这个何仁杰是一伙。然后我们刚才在讨论是因为。中间有一个这些共谍有一个共同点叫做罗致政，因为何仁杰他这个当时候在东吴当硕班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是罗致政，还有罗致政选立委的时候，也有用何仁杰当他的志工，然后呢，这个何仁杰当时候是罗致政推荐给吴钊燮的。那吴钊燮从国安会副秘书长一路当到外交部长，把他用成秘书，在管吴钊燮所有对外的会议跟行程。那这个罗致政他又同时很爱录这个蔡英文的音，录那个苏贞昌的音，对不对？然后录完音之后，而且刚才元之也讲，是这个盛楚英好像也帮罗致政选过局，所以怎么所有的共谍加减线拉在一起，你都会看到一个人叫罗致政，而罗致政正是我们执政党之前国防外交委员会很重要的核心立委。我觉得细思极恐，这个细思极恐，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在。今天吴钊燮这2天他参加一个会，他脸都拉下来。为什么？他这2天竟然还去参加资安大会。你的办公室是台湾被共谍渗透机密资料流出了最大，然后你还跟他讲说我资安做得好，我要参加资安大会，说不过去。海明志，因为我补充一下林涛，因为正常人跟总统讲话不会偷录音嘛，跟行政院长讲话也不会偷录音嘛。你不可能录了之后睡觉的时候睡不着放来听嘛，你一定是有目的的录。那你录了之后，你交给谁？谁会有这个得到这个录音的需求？其实去年在立法院很多人都问过，但是国安单位就是没有讲。那现在又被发现周边很多共谍都跟你有关，
然后罗志正那些 A 片，林涛看过啊，那些 A 片流出来之后，然后是我们办公室主任看过，他现在后来申请这个职灾，然后我们有给他补贴。那些 A 片被传出来，罗志正第一时间就说是中共介选，他为什么那么清楚是中共介选？是之前他们怎么样没谈拢，所以人家报复他怎么？他为什么那么快可以讲到中共？所以其实细思真的极恐啊！我觉得赖清德他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常会的时候，他没针对关税事情讲话，他有针对共谍这个事，但是他反而去质疑有一些离开的党公职，他说那些党公职就是被渗透，他就说就是被渗透哦，然后就说这些人被渗透之后对国家主权的看法改变。问题是。为什么有一些离开党东职会跟你的意见不一样？不是说主权改变，是跟赖清德意见不一样，是觉得赖清德越来越独裁了。陈杰呢，他就说吴钊燮常常跟他抱怨，就是他很讨厌罗志正，然后呢，他也知道就是说罗志正呢常常跟蔡英文呢打他的小报告，所以会不会是说何仁杰呢就是取得双方的这个信任，然后从那个罗志正那边拿到了他的那个偷的录音档，然后一方面来跟吴钊燮卖乖，一方面又把相关的情报呢泄露给中国。好吧，这个题目大家讨论很热烈。来，世轩，何仁杰等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上面那个人是谁？当然就是吴钊燮。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吴钊燮要不要停止调查？你到底知道多少？你有没有问题？这才是我们现在国人最需要了解的。而且还有民进党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变共谍？因为他有资金需求。那我们来成立救助基金。你跟我开玩笑吗？那你之前针对这些中配讲出来的言论，你们是怎么做的？踢出国门。现在你碰到真正的共匪，结果呢？他们需要钱，让我们成立救助基金，避免民进党未来还有可能再被吸收。我给你们钱，你们不要被吸收，这是民进党的处理态度。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用一个嬉笑的态度，这真的是非常的严肃。尤其是赖清德其实已经多次在中常会连续2次都特别提到这个问题，那也特别提醒，就是说党公职未来去中国，我们用更高的道德标准，全部都要报备。那另外呢，所有这些相关的助理等等的国安意识，是不是能够有相关的训练，这个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匪谍就在身边，无论是在哪一个政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如果出现在民进党，那我们当然是更痛心。那尤其这些相关的人，他到底接触到什么样的机密资料，交付了什么资料，这个才是重点。那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要这么的严肃去面对，不管是从军人到我们这些助理面，都有这些共谍渗透的可能性，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民进党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还有人讲说，共谍在我们里面表示我们民进党很光荣。因为呢，在我们敌人，他因为我们是他敌人，所以他在我们这里，这是什么鬼话？然后还有说呢，因为这些人待遇太差了，所以要提高他待遇，这是什么鬼话？那觉得待遇很差很多，每个都去当共谍吗？来，玉敏。所以民进党他讲国安呢，都是嘴巴说而已。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办这个共谍案，才是要大办特办呐。结果你今天看到他摆出什么样的阵仗来做这些事情？不是啊，他第一时间真的帮这些人开拓，说他有经济困难，所以你是想怎样要一个特别的经济补助方案吗？你怎么不是比照刚刚我们讲说这个罢免案，你是小案大办，你发动这个检调，然后去搜索人家家里？请问这个案子你有大幅的去搜索吗？相关的人你有调来讯问吗？都没有嘛。所以你嘴巴喊国安，真正遇到共谍案的时候，因为是自家人，就大案小办了，通通抓起来。共谍管在哪里，通通抓起来。不过共谍一定潜伏在民进党高层会比较多，因为他有情报价值。